普京突然宣布向中国开放远东第一大港海参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几天后，克宫再度传来消息，俄罗斯将与中国联手开发库页岛，再度刷新世人的三观。俄乌战争打响后，俄罗斯俨然一副彻底倒向中国的姿态，一个又一个大礼砸到中国头。那么，从渴望加入西方阵营到放弃西方幻想，俄罗斯经历了怎样一番历程？全面倒向中国后，俄罗斯又给中国送上了哪些大礼？俄乌战争打响前，俄罗斯一直都在试图加入西方，愿意向欧美敞开大门。普京不止一次表态，俄罗斯愿意维持开放态度，很乐意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然而一路走来，北约阵营的种种针对打压，已让俄罗斯彻底失望。各宫方面意识到，无论如何，西方都不可能将俄罗斯视作自己人，只会把其视作要打倒的敌人。美国不会放任一个继承苏联70%遗产，并且历史上曾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强敌的存在。所以苏联解体后，美国才会一如既往奉行着对俄罗斯的孤立与制裁政策。从北约东扩到克里米亚冲突，从全方位的制裁到国际领域的处处打压，美国为了打垮俄罗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西方阵营强大的角力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一步步蚕食殆尽，前方只剩下乌克兰一个桥头堡。不甘就此落入北约包围圈的俄罗斯，只能选择打响战争。而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断绝了加入西方阵营的念头。尤其是在战争打响后，芬兰、瑞典立刻递交入约申请，两国无疑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环视四周，俄罗斯已经彻底孤立无援，唯有倒向中国这一条路可走。俄罗斯此次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无疑开罪了全世界。尽管普京一再强调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基于俄罗斯受到了威胁，并罗列出大篇历史和现实理由，但从现实来看，普京的解释显然成效不大。这一点从联合国要求俄罗斯停战并撤军的投票票面就能看得一清二楚。181个国家参与投票，其中141个要求俄罗斯立刻停止侵略行为，只有5个国家支持俄罗斯。在联合国本就深受美国影响，并且西方世界掌控着国际舆论主流的背景下，俄乌冲突的污名化，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和普京的反对力度都会空前加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俄乌冲突以何种方式结束，俄罗斯都会陷入全面的政治孤立与严重经济困难。要想解决这两大难题，俄罗斯只能彻底放弃对西方世界的幻想，转而与中国站到一起。基于中俄之间已经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加上中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国内完备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体系，俄罗斯在摆脱政治孤立，谋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必会向中国伸出援手。这是全世界可以预见的。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所言，提到俄罗斯的好朋友，首先就是中国。而为了牢牢稳固中俄友谊，俄罗斯在决定倒向东方后，一上来就给中国送了一个又一个大礼包。2023年5月初，普京突然宣布将向中国开放远东出海重镇海参崴。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俄罗斯远东建设落后，众所周知，海参崴堪称是整个远东最重要的城市和港口，这里是俄罗斯亚洲版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贸领域，它是远东最大的贸易港，是俄罗斯与亚太展开经贸合作的重要门户。港口货物吞吐量占据远东港口总量的大半比例。政治领域，这是远东的政治枢纽，俄罗斯影响力投射到远东和亚太的关键。军事上，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门户，太平洋舰队主基地之一，守卫着俄东翼国土。正因海参崴的地位至关重要，俄罗斯才一直没有向中国开放这里。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不断主动推进中俄合作，黑龙江大桥建成，中吉乌铁路提上日程，西伯利亚2号管道开始建设。再到去年5月，普京甚至将海参崴这张牌也打了出去。中国获准进入海参崴后，就可以借助这一远东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将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市场。且从此，吉林省拥有出海口，这对整个中国东北的贸易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然而，这还不算完。就在莫斯科方面宣布海参崴对中国开放的几天后，库页岛也传来好消息，俄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开发岛上资源。库页岛向东可以进入太平洋，向南直逼北海道，战略价值极高，且这里矿产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将这样一块肥肉主动分给中国，足以见得俄罗斯对加强中俄关系的诚意。据库页岛方面传来的消息，50多台中国施工设备已经从东北运往库页岛准备施工，相信要不了多久，一座座飘荡着中国国旗的火力发电厂、能源开采厂就会拔地而起。除此之外，俄罗斯对中国的让步还体现在竭力确保人民币被用于两国间的投资与合作，放行中国与中亚5国召开峰会，规划对中国粮食出口新贸易线路，不再干涉中国对前苏联成员国的投资，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坚决支持中国。为确保不会失去中国这个盟友，俄罗斯可谓是付出了血本。
而在俄罗斯砸向中国的一个个大礼包中，殊不知最贵重的还是俄乌战争本身对中国的利好影响。立足于客观角度，俄乌冲突固然让俄罗斯自身陷入困境，但对于中国而言，两国战争却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其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帮中国大大分担了来自美西方的施压，为我们争取了几年埋头发育的时间。俄乌战争这一仗直接将美西方和俄罗斯彻底卷入纷争，置身于乱局之外的中国反过头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俄乌冲突前，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心腹大患。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的中美贸易战都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影。拜登上台后，继续延续前任政府的联合狡猾政策，试图集中力量彻底将中国击垮。然而，俄乌冲突的发生直接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了大半过去，对华制裁只能暂时延缓，力度削减。此前，美国一度试图打造针对中国的全球联盟，但全球联盟的本质是扩张，而美国目前对中国实施的是收缩战略。收缩与扩张之间是能力与意愿的庞大缺口，于是美国开始出现力不从心现象。眼前的乌克兰危机要求美国在两头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只能出于西方世界的安全利益、霸权维系等多方面的考量，优先动用力量制裁俄罗斯。为此，白宫不得不重新划分战略资源，对华制裁势必被削弱。当然，国际社会对目前中美俄三方关系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美国恰好可以利用此次西方世界空前团结、携手对付俄罗斯的机会，趁机打响对中国的全方位围剿。但与此同时，一旦美国对华用力过猛，将完全有可能将中国彻底推向俄罗斯，加速中俄战略同盟甚至是军事同盟的达成。显然，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想有效遏制中国崛起，又不想看到中俄联手的场面。目前，美国人并未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当前美国大选、特朗普遇刺、拜登退选等一系列特殊或突发背景下，美国愈发没有寻找平衡点，从而解决对俄对华政策的精力。而在美国尚未明确对华打压政策之前，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中国无疑是利好消息。再者，西方世界目前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实则暗流涌动。美西方之所以能形成对俄制裁联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战争的愤怒和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彻底站到了统一立场。实际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看清美国操控北约东扩才是欧洲爆发战乱的根本原因。美国人在牺牲欧洲的利益，换取自身霸权的维系。随着俄乌冲突逐渐偃旗息鼓，势必会有越来越多欧洲国家认清事实，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不断发酵。如此一来，美国试图联手欧洲打压中国的意图愈发没有了信任基础。站在这一角度，俄罗斯主动挑起的这场战争，再度为中国分担了一部分来自美国的火力。从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朝着西方靠拢。然而，北约的一次次东扩，美西方的联手打压，终于让俄罗斯意识到西方阵营根本没有莫斯科的容身之地。于是，普京政府果断壮士断腕，全面转向东方，并连续抛出一个又一个诚意满满的大礼包。但殊不知，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其实是战争爆发带给中国的喘息机会。目前，在俄乌战争没有彻底落幕，巴以冲突也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要承受的压力又轻了一些。待美国人从自己一手酿成的境遇中抽身时，中国会发展到何种地步，谁也无法预料。而这就是俄罗斯给中国最大的礼物。胜利不会向那些畏惧牺牲的人微笑。俄罗斯军事家苏沃洛夫的这句名言在俄乌战场上得到了残酷的印证。据多家国际智库的综合估算，俄乌冲突爆发3年来，算上所有阵亡、重伤和失去战斗能力的人员，俄军伤亡总数已经高达67万。然而，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时，俄罗斯军队仍顽强作战，俄罗斯社会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这是为何？能在3年苦战里承受67万伤亡，俄罗斯首先依靠的是强而有力的战争动员能力。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俄罗斯人口约 1.46 亿，其中18岁到45岁的适龄男性约占总人口的30%，也就是4000多万。即便扣除了那些因为疾病、年纪过大不适合服兵役的人群，俄罗斯的潜在兵员仍然超过2000多万。英媒在2024年9月的报道里就详细估算过，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累计伤亡已超过7万，而因为战争导致伤残的人数可能是其数倍。但这对于俄罗斯的庞大人口来说，远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法国《费勒家报》在上个月就报道，俄罗斯每月招募 3.6 万到 4.2 万新兵，2024年全年征召 43.2 万人到50万人。在这种恐怖的暴兵能力下，可以说俄罗斯每个月在乌克兰战场上死多少，马上就能填补多少。俄罗斯的兵员补充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
即使吱吱作响，但仍在坚持。并且为了拉到尽可能多的兵员，俄罗斯官方也摒弃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沿用的威逼做法，而是对上战场的士兵予以高薪诱惑，以利诱来调动俄罗斯人参军的主观能动性。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来自西伯利亚小镇的伊万，在2022年9月，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征召30万预备役军人时，伊万加入了军队。当被俄罗斯媒体采访为何参军时，腼腆的伊万笑了笑，咧开嘴，激动说道：“我41岁了，有2个孩子，本来在工厂上班，但动员令下来后，我被召回部队，虽然感到很不情愿，但每个月15万卢布的高薪让我无法拒绝。”这种经济诱惑在俄罗斯贫困地区非常有效。此外，俄罗斯监狱的囚犯也成为了俄罗斯补充兵员的好地方。据西方媒体报道，2023年，俄罗斯雇佣兵龙头瓦格纳集团就从监狱招募了5万名囚犯。时任瓦格纳头头普里戈金直接对着这帮劣迹满身的犯人喊道：“与其在监狱里继续当人渣废物，不如响应总统号召上战场。只要你英勇作战，在战场上待满6个月，就可以重获自由，还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回家乡潇洒。”瓦格纳的宣传并不是空话，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囚犯入伍前因抢劫被判有期徒刑10年，他在顿巴斯前线作战4个月后获得释放，成为了动员的活广告。更让人震惊的是，为了保持战线上的人数优势，俄罗斯甚至将伤兵重新送上战场。费加罗报就提及一些断手断脚的残疾士兵被强制复员作战。例如，在2024年的秋天，因兵力短缺，一名叫伊万诺夫的炮兵在失去左手后，先是在医院休养了2个月，然后就被送回前线操作无人机。这种榨干士兵最后一滴血的做法虽残酷，但在战场上确实让俄军获得了优势。乌克兰国防部在2024年10月宣称，俄军在前线的总兵比仍然维持在50万左右，几乎是2022年开战初期的2倍。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战争动员机制就像一台老式机车，即使冒着黑烟，噪声巨大，但依然能保持前行。即便存在新兵训练不足、士气低下的问题，但核心问题解决了，那就至少在数量上，俄罗斯还撑得住。俄罗斯还能撑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战略战术优化。在3年战争里，俄军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术，借助技术升级，尽可能减少伤亡带来的冲击。在战略上，俄罗斯军队在开战之初只想着速战速决，多路进攻基辅，结果因为补给线过长，指挥混乱，吃了大亏。2022年4月，俄军在基辅附近就损失了至少 1.5 万名士兵和数百辆坦克。此后，俄军便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顿巴斯地区。据外国军事专家分析，俄罗斯军队放弃了传统的大纵深突袭，转而采用缓速推进，使用火炮和无人机轰炸削弱敌方实力，再派步兵缓慢占领。这种打法很像农村里的磨豆子，虽然慢，但可以更好控制伤亡。乌克兰的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据乌克兰官方数据证明，在2022年下半年，俄军每个月的伤亡从 1.5 万下降到8000人。从减少伤亡、更好为持久战创造优势这个条件来说，俄军的战术调整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另外，俄军也摒弃了历史上沿用的人肉冲锋战术，而是使用先进技术来达成战术目标。从2023年起，俄军就大量投入柳叶刀无人机在乌克兰作战。据俄国防部数据，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在赫尔松前线就摧毁了超过500辆乌克兰装甲车，而俄方损失仅为操作员和设备成本，人员伤亡仅为个位数。在2024年6月的扎波罗热战役里，俄军使用无人机群配合远程火箭炮击退乌军反攻，自己只损失了不到200人，而乌方伤亡据称超过1000人，这极大缓解了俄方的军事压力。可以说，如果把俄军比作一辆破烂的拉达轿车，战略战术的优化就像给这辆破车换装了新轮胎，虽然跑不快，但不至于翻车。67万伤亡确实让人感到恐惧，但通过上面所讲述的种种方法，俄军把损失分散到了3年，避免了瞬间崩盘的风险。当然，能让一支军队最能扛住伤亡的还是俄罗斯人本身的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伤亡接近70万，苦战3年，俄军仍在坚持。之所以不怕伤亡，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回到俄军的组成主体——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为什么不怕伤亡？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志和历史传统里。这个称为战斗民族的国家有着习惯苦难的基因。据英媒统计，截至2024年9月，战争持续快1000天，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抗议规模却始终零零散散，远不及西方媒体的预期。
与之相反，民调显示2024年仍然有超过 60% 的俄罗斯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这与西方国家的战争抵触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人似乎对伤亡有更高的忍耐力，这种韧性从何而来？历史给出了答案。在二战里，苏联损失了2700万人，苦战4年，最终打败纳粹，把旗帜插到了德国国会大厦上。而法国皇帝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国后，俄罗斯军民团结如一心，用焦土战术拖垮了法国，甚至不惜一把大火烧掉了当时已有600年历史的莫斯科，让法军无法获得补给。可以说，俄罗斯民族的斗争精神就像西伯利亚的冻土，表面冰冷坚硬，深处却蕴含生机。不畏瓦全的传统深深烙在俄罗斯人的集体记忆里，而这种传统也被延续到了俄乌战场上。2023年，俄军士兵亚历山大在顿涅茨克被炮弹炸断双腿，仍坚持用无线电呼叫支援，直到战友赶到。他的故事在俄罗斯军队中广为流传，成为激励士气的象征。尽管俄罗斯士兵常常因为糟糕的后勤等因素抱怨，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却总是遵循内心的信念而行动。我们是为祖国而战，伤亡不过是勋章罢了。这种信念让67万伤亡虽然沉重，但却并未击垮俄罗斯民族意志。而在社会层面上，俄罗斯政府也极其会调动俄罗斯社会不怕牺牲的传统精神。普京总统常在演讲里提到，我们没有退路，唤起民众的历史使命感。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的民族意志像一棵老松树，风吹雨打不倒根，只会让它更加倔强。67万的伤亡是一个数字，更是对全体俄罗斯人的考验。历史已经证明，俄罗斯人擅长在逆风里创造属于自己的苦难辉煌。在伤亡面前，俄罗斯没有退缩，而是在用血和汗书写着自己的答案。仍在战斗，绝不投降，要带已经牺牲的同志胜利归来。